2个金元宝，祝大家新年快乐。当然这是假的啊，这是旁边的庙在卖的，一个100块，这是镀的。今天我要来谈葡萄酒的部分，因为前一阵子谈了，好像谈了太多的清酒了，那绕回葡萄酒。至于谈食物的部分呢，我也有准备一些资料，那也是晚一点再来谈，因为今天谈的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应该讲说蛮重要的一个葡萄酒的产区，而且这个产区在谈这个产区之前，可以先谈这种有关于法定产区哈，这个法定产区是一个各个酿酒国家都有的，几乎是一个标准的通则哦。虽然说每个区域的规范是不一样，但是法定产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就是说。它有一个就好像农会这样一个组织嘛，但是当它是比农会更高阶的那种上层的组织，它规范的是这个区域某个酿酒区域呢，它的酿酒方式，甚至包含栽种的葡萄等等的，其实可以管的很多了，那这边我就不一一细说，因为为什么？因为说不完，而且每个区域可能不太一样哦，就是每个国家每个区域，即便同一个国家不同区域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哈。那简单讲就是说，你必须要，如果你在某个区域耕种酿造葡萄酒的话，你当然可以不遵循这个法定产区的规范，但是不遵循的话，你就是不能挂上这个法定产区的标志。好，比方讲 Chianti 那个 Toscana Chianti 那个奇扬地吧，怎么翻译成 Chianti 这样啊？你要挂那个公鸡的那个图案的话，你就必须要满足它的酿酒葡萄品种啊、混酿的规定啊，或其他的有的没有的这个相关的规范哦，包含采收等等、酿造方式等等。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这样的产区规范呢，其实它会，想当然尔当会分好几个等级嘛，因为它一个规范，它就是要做分，除了目的是为了确保，从这个区域某个区域酿造出来的酒呢，符合规定，就是有大家期待的那种区域的味道，那个区域的味道。第二个是呢，他自己就会先做分级了，就是说，这个区域里面的某个，你如果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可能就可以挂到这个规范里面的上面一级，然后再不然就往下，然后或者是甚至 Table One 都有可能。那你说大家是不是都一定要往上？不一定哦。其实奢侈品这种东西呢，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好经营啊。当然，你可以说它利润高，或者是说它的受众是很明显的，但是呢，你也要找得到啊，或者是你一定要去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过程中你可能要付出非常多的心血。那如果一个正常的社会，我讲的不是那种太过 U 型的那种社会，就是没有中产阶级的社会的话，其实属于金字塔顶端，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消费曲线右边这一块的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正常的状况下是没那么多的哦。那你属于左侧这个中产阶级，或者是比较平民阶级的这些朋友们呢，其实才是占了大多数。所以你酿了一大堆酒，都是那种非常高等级的，或者是说价格很贵的，不见得好卖。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会只有你这种酒而已。以酒来讲就是这样，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嘛。任何产品，汽车啊、电视啊、电子产品啊什么，你要做到 iPhone 这种独大的方式的话，其实很困难的啊。那个为什么贾博士被捧上神坛？也是因为他经过一番努力嘛，他做的东西，包括图形界面等等那些东西，就是不管是不是抄的了哈，但是呃，有时候别人想到了，但是他无法把它扩大，
那你可以把它扩大，那就是你的厉害的地方哦。不一定只是创意的问题，而是怎么去推展行销，其实也是很重要，或甚至是改变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也是很重要。这个东西从喝酒，到手机到开车，什么都一样哦。那个 最近很红那个 Elon 是吧？Elon Musk，马斯克他弄电车嘛。虽然对于这个人我们不予以评价哦，但是他也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跳跃啊。我前几天我又看到新闻是，好像美国那边已经有一个叫 Helium 好像是 Helium， 好像是氢气吧还是什么的，还是反正就是核融合的那种，不是核分裂，而是核融合，像太阳这样的核融合的那种发电厂，他们已经在规划了。听说商用发电厂已经在规划了。哦，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如果真的成功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哎，我怎么讲到这边来了？其实我是要提的是有关于这个呃葡萄酒的分级制度哦。那主要当然也不是讲葡萄酒的分级制度，因为我前面一开始提到的是借由葡萄酒分级制度，然后再去提到我今天要谈的这个产区，因为这个产区呢，对我而言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一般在喝葡萄酒的朋友们，可能特别对于某些在追逐这些所谓的顶级酒的朋友们，可能是觉得很重要的产区哈。当然，它不是在法国。我现在并不是要介绍波尔多或是 Burgundy， 或者是普罗那个融合或者是香槟区，不是这些东西。其实我不倾向讲这些区域，因为这些区域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很了解，书上都有写了。那我要提的是哪一个呢？是我有些朋友认识我的可能会知道，说我最喜欢喝的酒其实是意大利酒，意大利的葡萄酒。哦，从意大利的不管是白酒、红酒，或者是甚至它的呃所谓的蒸馏酒、渣酿酒、渣酿白兰地，渣酿白兰地 Grappa， 我非常喜欢喝 Grappa 哦，不管有没有入桶的，我甚至觉得有入桶的 Grappa 呢，其实不输 Whisky， 而且没有入桶的 Grappa 呢，你放久了之后呢，因为它本身来源是渣就葡萄渣嘛，葡萄渣什么葡萄渣，就是已经酿造好了，那个就把酒粕跟那个酒分离之后剩下的这些渣酒粕啦，其实就是葡萄酒粕，再加一些糖，再加可能再加果汁，再加酵母什么，让它再去发酵吧。反正这个中间有一些程序哦，细节自己查就好。我觉得这不那么重要，就是这些发酵的东西其实还有能力在发酵，但是你就是在加糖，可能再加一些葡萄汁什么的进去，然后因为它最主要是要做蒸馏酒，所以这边的酿造部分就不必那么的拘谨，不必那么的规范。它酿造好之后，它直接就是做蒸馏了。蒸馏出来的这种葡萄的蒸馏酒呢，如果在法国的话呢，你不是用葡萄渣去酿造的话，单纯是用葡萄去酿造的话，在蒸馏的话，那就称为白兰地。好，那是蒸馏酒，白兰地 （brandy）。然后如果是在意大利的话呢，它当然也可以做白兰地，但是呃，可能我觉得意大利基本上有一点像应该讲台湾跟意大利其实有某方面有一点类似啊，那种比较不拘小节，或者是怎么讲啊，也有一些有工匠的精神，但是又有一些不拘小节。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意大利跟台湾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哦。那不浪费啊，所以他把这个葡萄酒渣呢再去这个2次发酵，不是在瓶子内，就是直接把它拿去再做发酵，然后发酵完再蒸馏完了之后呢，产生的这个酒呢，它当然没办法跟白兰地来比嘛，因为毕竟它是用那个葡萄酒渣酒粕去酿造的嘛。这个在日本也有类似的东西叫酒粕烧，酒粕烧也是这个分离的酒粕之后，里面还有一些糖分，再加一些蒸米下去，
它可能会加曲啊，加这个酵母菌啊，它酒母啊，它可能还是可以，不是可能，它还是可以在发酵，然后你再去蒸馏。类似这样的蒸馏酒呢，其实在发酵过程呢，基本上他们的全世界都一样，它不会规范的这么的严谨。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只是过程之一，它的目的是后面怎么蒸馏，它才是会比较花时间去注意的地方，甚至连怎么去做冷却，好这些东西他们都会特别去做调整。讲的太远了，我把话题给绕回来，就是说意大利酒我很喜欢，那但是这个区域的酒其实对我来讲是还好，为什么？因为我喜欢的意大利酒是比较属于 indigenous，就是那种原生的葡萄品种。原生葡萄品种呢，不一定是很小的葡萄品种哦。我讲的是，比如说在意大利左上角的那个皮蒙的皮蒙区的这个呃 Nebbiolo 这种葡萄品种，或者是巴贝啦，或者是Dolcetto 的那种小，我很喜欢 Dolcetto 这种葡萄。这个其实很可惜，台湾没有太多的葡萄酒商引进 Dolcetto 的酒，我觉得很适合拿来搭餐。还有 Moscato，对不对？Moscato 就是 Muscat，Moscato 那个阿斯蒂，大家在 Moscato 大家在喝的那种气泡甜白酒，然后很多啊，那名字我一下记不起来，因为我自己有整理了所有的这种比较偏这种 indigenous 的，就是原生种的葡萄，大概七八十种吧，我每个都有写一些记录下来。当然这些都是我喝过的，那如果没有喝过的还有很多种啊。有兴趣，以前成品有进啊。其实如果你上国外网站去订，应该还订得到。只是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去订，虽然我自己有买。那个，这是我看过写的最详细的有关葡萄品种的书。然后这个书是英国那个很有名的那个Jancis Robinson 这个 MW Master of Wine 什么那个葡萄酒大师写的有关于 grape 葡萄品种的书，这么厚这么厚这么厚。那一本书我记得当时在台湾卖成品有进吧，那时候他好像只有进了几本而已，我买了其中一本，然后那一本我记得超过6000块钱。我放到哪里去了？应该放在那边吧？对，我现在都可以看到在那边。我这边四面都是书哦。嗯，我觉得意大利比较有趣的是这些 indigenous 的葡萄，然后中部的 Sangiovese 偏中部右边一点的 Sagrantino，或者是 Montepulciano 在中部一点的地方，或者是北部的地方，还有什么Taurasi 还是什么，然后我名字有点忘记了，Veneto Covina 什么的。这意大利很多葡萄品种了哈，Veneto 应该是一个省啊，我讲错了，Covina 哈，Covina 才是葡萄品种，很多其实很多种，然后原生种的好处是在于说呢，那有点像说，比如说你如果去我们将心比心嘛，如果你今天去外县市玩的话，你希望吃到的是，比如说你来宜兰玩，你宜兰有假定宜兰有很有名的铁板烧餐厅，有啦，有一间啊，它的酒还是跟亚瑟顿拿的，好，就是台湾很有名的Burgundy 波豆的这个importer 进口商。我讲话会带一点英文，是因为其实我在设定这语文的部分呢，我有设定到基本上中文、英文、日文都会有，然后还有一些葡萄牙文什么的，你可以去选甚至连韩文都有。虽然我不敢保证它翻译正确，因为我是透过 AI 来翻译的哈。那我发觉这个订阅者有些也是甚至有巴西那边来的人，所以
有时候加一点英文哈，让大家容易了解。不然他们怎么知道雅斯特顿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雅斯特顿是台北、台中哦，应该讲台湾很有名的 wine importer 哦，importer，而且他们都是直营的哈。那还有还有什么葡萄品种呢？很多，这个我就不提了。我今天要提的就是说，这个产区呢，刚好跟我刚刚讲意大利的这些比较比较偏所谓的在地品种，indigenous 是有点原住民嘛所以我们原委会叫 indigenous 什么，后面我不知道怎么念哈，我不知道它的后面是怎么写哈。但是它就是原住民啊，就是或是你讲葡萄的话，indigenous grapes 就是那种 variety 啊，indigenous variety 就是在地的品种，原生品种哈。那这样的葡萄常常会给我有一些意外的惊喜，真的常常，因为不要把所有的葡萄都想成一样的，不要，真的不要。水果也是一样啊，你想想看，西瓜都有小玉西瓜，有大的红的西瓜，也有小的红的西瓜，然后还有各种长的那种西瓜，或者是颜色比较奇怪的那种西瓜。日本啊，还有之前有做出方形的那种西瓜，当然那个是强迫让它在生长过程去局限的环境，其实我觉得不太人道了哈，跟那个以前的鹅肝制作一样。不过这我不在我讨论范围哦。那昨天我在宜兰这边还买到，听说现在不是听说，我昨天在宜兰这边有买到那种它所谓的双色两种颜色的火龙果，就是红色加白色。我还没有切开，但是他说那新改良出来的，他说很甜。然后我昨天在这边买了2颗，我也不晓得多少钱，反正冰在冰箱里面，因为火龙果很能够放嘛，它外面那一层皮其实可以，即便变到很薄，它其实里面的东西都还只是越来越成熟而已，前提是要冰啊哈，要冷藏。那种红白火龙果，也是新的仁泽之后的品种，这个我蛮期待要吃的。我前言讲了17分钟，回过头来，我今天要讲的是，意大利酒里面很重要的所谓的 Super Toscana 超级托斯卡纳这种型的葡萄，然后包含它的主要的产区 Bulgari 啊Bolghi啊，听起来很像是那个很有名的这种服装品牌还是什么的 Bulgari 啊，我不会意大利文，这个东西都是我去意大利的时候，我听他们有些人在念这个名字，他们会弹舌头什么的，毕竟是拉丁语系哦。不过关于这个 Super Toscana 超级托斯卡纳这个区域呢，我之前就有写过文章了，我先简单念一下这个文章，然后等一下会再做一个简单的比喻，然后就把这篇做个结束，因为现在已经18分钟了，前面叽里呼噜讲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勉强有提到产区的规范的问题了哈。那我刚刚提到，再做个小结论，就是说产区规范其实就是确保品质，你不会突然从这个区域出来，然后这个横空贴一个标志的东西，然后品质完全达不到水准，那就不行了哦。讲水准，不要讲水平啊。所以前面我这边先用念的哈，因为这个严谨一点比较好啊。等一下我再稍微用一个简单的比喻，然后做个结束。我这篇文章是叫做超级托斯卡纳 Super Toscana 的精神。Toscana 是 Tuscany 是 Toscana 是意大利文 ，Tuscany 是英文，就是一个意大利文一个英文嘛。其实在我之前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就后来就蛮习惯直接念意大利的，我都不是念意大利的那个，不是讲意大利文啊，是会念像佛罗伦斯嘛，
其实它的意大利文叫 Firenze 吧，大概是这样念。所以当时徐志摩才会翻译成为把佛罗伦斯翻译成为翡冷翠 Firenze， 其实很像，对不对？那 Super Toscana 就是托斯卡尼超级托斯卡尼或者超级托斯卡纳都可以。我的文章标题叫做 Super Toscana 的精神，精神是打引号的。关于旧世界葡萄酒产区，这哪些产区呢？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等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呢，所谓的法定产区是一种强制的规范。规范的产生来自于对于该地区的风土的坚持，还有所酿出酒的一个坚持，品质的坚持。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制约的力量。制约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其实意大利人很注重这种，这也不是意大利人，其实欧洲其实都很注重他们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等。相较于美国所谓的 President Trump 来讲呢，欧洲是比较开化的地区啦，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但是开化跟高科技什么那个不见得画上等号。美国还是科技强国。美国因为我之前也都在外商啊，美国我也去过好几次。制约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品质，还有农民生计很重要。农民生计就是经济，要让他自己的那一个区域的农民可以赚钱，及饮食文化。饮食文化就是要做餐酒搭配，所以我们这些地区呢有什么酒啊，配什么料理这些东西，他们也会都考虑到。这些东西全部结合在一起，传承品质、农民生计以及饮食文化，全部合在一起呢，其实就形成了所谓的这个法定产区的一个基本精神。它是架构在这个之上面，然后才去成立这样的组织规范等等的。特别是饮食文化因为唯有食物与水才能让人生存。我讲的是水对于这些产区来讲，餐酒结合是生命循环必须要的依据。当然，如果比较酒跟水的话，哪一个比较重要？食物我们先不考虑酒和水哪一个比较重要？水，当然水比较重要啊，因为你不喝水，可能3-4天你大概就已经快要不行了。你不吃饭，你可能撑10天都没有问题，只是会变得很瘦而已。因为人体可以消耗的肚子的脂肪，对不对？然后还有肌肉嘛，肌肉也是能源之一嘛，所以很多那种躺在床上躺太久的那个，因为没有运动，然后这个进食又假定你是病患的进食不正常或者吸收不正常的话，你的肌肉就最后变成提供能量的一个来源。这个其实也是，比如说有一些在健身的朋友们，晚上不吃糖类的物质嘛，米饭啊、面啊什么的，那只吃的是那种蛋白质。为什么？因为他要去补充的是蛋白质，而不是要补充能量。他们晚上不需要能量了，就不需要糖分了。这种另外一种讲法，好像这种叫生酮饮食吧。如果你是从早到晚都没有吃糖分的话，只吃这种蛋白质的话，以蛋白质为主、蔬菜为主的话，这我不谈那么远，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还是继续谈水比酒重要，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荒野求生，所以我谈的就是说，对于一般在喝酒的朋友们来讲，餐酒结合才是生命快乐的必要的依据法定产区的精神就是要把在地的餐饮传统，这餐饮传统是包含所有的相关项目保留下来，而葡萄酒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特别对于这些旧世界的产区，我前面讲了旧世界的产区或是所谓的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对于西方世界这边就提到，特别是欧洲而言，
葡萄酒不仅是享乐而已，它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跟日常生活甚至宗教已经绑在一起。葡萄酒关系到欧洲历史的延续，这果然是我写的，因为我还没看这文章之前，我自己先讲的东西跟这个差不多，所以自己是自己的最好的老师。即便这文章是大概我12、13年前写的吧，13年前写的吧。啊，等一下，现在已经26分钟了，25分钟。好，我决定把这个分成2集，因为我觉得一集30分钟就好了，所以我们这是Super Toscana 1，好，因为等一下我往下讲法令产区，我觉得讲完了之后再去讲 Toscana， 然后再讲 Super Toscana， 然后再去讲这个我另外讲的提到的结论的部分，或者一些例子的话可能会太长，那我们维持30分钟，30多分钟就好。所以现在是1，我把第2段念完。那意大利酒呢的产区分级呢，由高到低，我底下会讲。我现在只是讲缩写因为它的本名本来的字都很长那个我也不太会念所以我这样缩写而已。各位其实看这个意大利酒的瓶子上面也通常会有这样子的，它也许是原来的字，但是你只要看它的头字母就好了就是头字母就是加起来就是缩写了嘛。第一个最上面等级叫 DOCG，DOCG、DOC、IGT 或者是 IGP T 或者是 P， 然后最后一个是 VDT， 所谓的 Table Wine 这个部分的话，有关于这个分级，我会把它放在那个说明栏那个地方，因为这个不用特别去记你只要记得那个字母越多，就是等级越高其实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几乎都是这样子我还没有看过例外的，所以像西班牙，我记得是 DOC， 然后再是 DO 而已嘛。那你说为什么他们没有 DOCG？ 因为就一个西班牙，一个意大利其实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都是拉丁文演进过来的，所以他们其实结构上面有一点类似虽然我不懂，但是这是我以前我女朋友跟我说的，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是学西班牙文的，然后她还去西班牙交换学生的，差不多快1年，所以当时我们去欧洲玩的时候，其实她会西班牙文，但是意大利文某些她也看得懂。他不会讲，但是他看得懂，他可能是在讲什么东西。其实因为结构很像，他跟我讲结构很像。请注意，以上的分法建议当参考就好。参考不是，既然有参考，表示说它还是值得注意的嘛。但是参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就把它当成圣经一样，分级就是一切，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特别是对 Super Toscana 超级托斯卡纳而言的话，你如果只看分级的话，Super Toscana 的酒呢，在传统意大利的这个产区分级里面是属于第3个等级，就是 DOCG、DOC 接下来的 IGT， 或者是有的叫 IGP。好，这个 P 是 Prada 的意思但是 T 是哪一个字我忘记，但它2个是同义词，就是 IGP 或 IGT 它是属于这个等级第3个等级，仅仅比所谓的 VDT Table Wine 还在高一个层次而已。那你说那这个有什么好讲呢？意大利酒里面呢 Super Toscana 的酒是非常贵的，这个产区挂上 Super Toscana 这种名义在贩卖的酒呢，通常都是很贵的。为什么很贵？这个下期我会分解，但是我们先把它念完。请注意，以上的分法建议当参考就好，不一定分级低的酒就不好喝，反之亦然。前2个分级 DOCG 跟 DOC 呢，偏向正统的意大利酒分级，而 IGT 或 IGP 呢是变化型的。记住这个就可以了，只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除非你住在意大利你不可能天天去喝那种 DOC、DOCG 甚至 IGT
IGP、IGT 啊，那你可能喝一般餐酒就好了。我记得我之前还有提过，说我在威尼斯的时候，我还看过那种路边有那种很大的酒桶，不是路边啊，就是路边的店有里面有很大的酒桶，很大哦，非常大，非常大，然后就是有管子，像水龙头这样的管子呢，那是干嘛？就是打酒，打酒，各位听得懂吗？就是我们看古装剧说啊，打2两酒过来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当然不是用量，他们就是几公升几公升啊，这个去买的，通常没有人在买一点点，他可能甚至我还看过有人拿塑胶袋去装，但是通常都会拿一个塑胶瓶啊，或者是玻璃瓶给塑胶瓶，其实对酒会有，久而久之对酒不好，或者是对塑胶对人也不好，玻璃瓶还是最好的，只是比较重而已。那你如果要喝新鲜，你就可以打，然后那个每个桶子上还会写它的品种，它就当场转下来给那个能够归等级嘛？那个完全没办法归等级啊，因为它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啦。当然也是正统的酿造，只是说它就不是什么，它也是橡木桶，只是很大一个，但是那个显然就不是拿来陈年用的，那个只是装在那边，然后这个就好像加油站一样，平常有把酒加进去，然后有客人来的时候再打酒而已。那什么叫做Super Toscana 呢？这个 Super Toscana 接下来我这边有定义，然后我又讲了它的精神。但是因为现在这一篇谈到目前为止也算杂谈，但是我已经讲了31分钟了，所以前面讲了这个分级制度呢，虽然讲的是意大利哦，然后我也提到原生品种的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可以，呃，不是反应，可以适用在别的产区、别的国家、别的产区。这是我找到的相关。所以，各位只要去类推就好了哦，不要把葡萄酒想得太严肃哦。至于什么叫做Super Toscana 超级托斯卡纳的酒呢？它的起因及它的结果，甚至对于意大利的葡萄酒市场，不论内销外销，或是他们本身的这个栽种方式的一些影响，我在第二集就下集的时候会提，然后顺便我还会带回到有关台湾的一些农产经济的方面，甚至包含房价，这是我本来一开始就已经想好要提的东西了，但是现在已经32分钟了，快要33分钟了，我们就做个结束吧。嗯，反正这个频道就是闲聊嘛，各位只要注意到我脸有没有变胖变瘦就好了。好了，开玩笑的。我把这个频道当成是一种聊天的方式，就好像你今天坐在我面前，然后我比你稍微懂一点点，然后你问我一些东西，我直接可以跟你讲。这个东西我不用念文章，我也可以跟你讲啊。但是我本来是想说念文章会比较精准一点，只是也还好。如果是下次我要谈巴洛罗、巴巴雷斯科，就是意大利西北部的那个巴洛罗这样的东西，我就一定要看稿子了，因为它里面卡缪那个牵涉到那个区域啊，那个卡缪怎么翻译小区吗？还是什么区块的？哦，那个一堆我记不起来，所以要念的比较快。那个可能会并巴洛罗跟巴巴雷斯科，我会一起念。那篇文章很长。那这篇意大利酒我为什么喜欢呢？用这个当结论好了，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很有多样性。多样性就是跟indigenous 就是那种原生种葡萄品种是很有关系的。第二个是很多的意大利的葡萄，特别是红葡萄呢，比较偏甜，比较偏酸一点点，它的酸性比较高一点点，特别是里面的苹果酸啊，或者是酒石酸，然后稍微高一点点。那单宁也稍微刮舌头一点，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很好的陈年存放的话呢，
有一些产区的意大利酒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喝，那种好喝是一种灰姑娘变成是变天鹅吗？变白雪公主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差异性很大。所以买意大利酒呢，年份是很重要的。我讲的不是它是不是好年份或坏年份哦，而是它喝的日期跟它生产的它酿造的时间跟你喝到的时间是不是足够长？足够长，因为一个酒的成年呢，跟它的单宁酸度是很有关系的，还有花青素、花色素很有关系的。那意大利酒本身就偏酸了嘛，然后又有单宁嘛，然后再加，哎，这个手势有点怪怪的哈，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葡萄也是像巴洛罗啊，或者是桑乔维斯那个花色素其实也都很深，所以再加上他们用的桶子，他们早期用斯洛伐尼克吧，那边的橡木桶，巴洛罗那个区，所以他们的那个单宁又特别的重，而且还有风土的因素，所以这些酒呢，其实我不是说所有的啦，我只是讲说，就有几个比较著名产区的酒呢，都是比较，就是如果你没有放一段时间喝，以前哦，现在可能慢慢有一点改善了，但是，对啊，你看现在好像突然这几年有瘟疫啊，又有战争，有瘟疫，然后有这个，或者是人的身体体质有点改变，也有不少名人这样过世，有些甚至很年轻啊，所以很多东西，包含酒也是一样，就是尽量能够这改善，都是尽量能够早一点喝哦，不用等个这个多少年多少年，因为有时候等待不见得是好事哦。这个由酒来谈到人生哈，等待不见得是好事啊。你也不要期望等待就已经改变未来，或者等待未来就一定会变好。这不是悲观的说法，我的意思只是说你要把握现在而已。哎，我发觉讲到后面讲到偏到哲学性的东西来，暂时打住。哦，我喜欢意大利酒，只是因为它的酸度，而且酸度足够酸度、足够单宁的那种酒呢，除了成年之后变得很好喝之外呢，产生更多的香气物质。然后第二个是有酸度的酒呢，我觉得搭餐方面会更合适。它酸度很容易衬托出食物的风味。你只要记得我提过很多次，就是人进食的目的是为了要代谢产生能量，用什么东西代谢？基本上糖分是第一个首要的目标，那没有糖分才是其他的哦，才是像前几天我提的什么氨基酸啦、蛋白质啊什么那些东西。那既然糖分呢很重要的话，你有酸的东西去做平衡，我再强调一次，它不是酸碱中和，不是说两个加在一起就不见了，会变成水或什么的，它两个都会同时存在。但是你如果有酸有甜，就会让更丰富，口感更丰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口感更丰富。好吧，这一集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也讲了快要40分钟了。今天是礼拜二，好，我不想为什么今天精神比较好，可能昨天睡得比较好吧。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田土之道，田加上土就是理明的理，道理，道理就是田土之道，田土之道就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它背后所带来的人生的乐趣，它的道理是什么？那这就是我把它取名叫道理，或是对的意义就在这里。OK，拜拜，再见。